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在伦敦地铁上跟一个修女掰头掰输了，最后让人家说我不配为人母的故事。我之前不是老讲这些我跟外国人掰头，然后这种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故事吗？但是咱说哈，就江湖多藏乌龙事，壮士难酬青云志。就我张彩玲也不是说没遇着过茬子然后惜败的时候，大概是2年以前的一个盛夏吧。我姑娘那时候才不到2岁，我呢得去学校见教授，这事窜不开，我就必须得带着她去坐地铁上学校去。我呢背着个大书包子，再推个婴儿车。哎呀，这就跟那个打游击队似的，就是孩子的尿不湿包、水瓶子、辅食，哎呀，一会儿这个掉了，一会儿那个漏了，反正就是把不过麻来了。完，我买这个婴儿车呢是便宜货，就杂怂，老溜车。这伦敦地铁呢一停一走，一停一走，这车就老是漂移。我就得一手把着这个婴儿车，一手管我的孩子。然后我姑娘呢就坐我旁边这个座位上，那小啊不到2岁，她盯着这么动弹，盯着动，一会儿往我身上爬，一会儿往那个摸那窗户啥的，所以她这个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小走光。但人里边是穿了的，你不像那个缩蓝小裙真空上阵，不是。所以这对我对这小走光我也没太在意。但是我呢就一手把这个车，一手就管她，就你别老动弹，坐下。然后我对面呢坐着一位女士呢，是个修女，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见修女呢，她头发也戴着那种发饰的。完，他就看着我这就一脸惊诧，就眉宇之间就是一种就是要坚决要送我入狱的那种果决呀，他就一直这么瞪着我，就瞪着我。但我吧，就是孩子这玩意儿，你越不让他干啥，他越干啥，所以我也就疲惫了，我就一摊手说 What can I do？ 然后车呢就到站了，这位女士就站起来就留下一句 I've never seen a mother like you， 就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妈妈。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下车了，就消失了。你说这招得有多阴？车到站了放狂言，就像老汉要续弦，自己说完挺爽快，对方哑巴吃黄连。你说他说完这句话，他走了，这一车人全瞅我。哎，这给我憋的就是说你能理解不？就假如说我要是被一个就自己亲手带大几代人的一个有经验的老母亲教育了，这事也就罢了。我被一个就是一个修女，就是不沾尘世的修女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妈妈，你说你憋的什么？后来我一想其实往往是这样式的，就啥活不干的人最能挑，啥饭不做的人嘴最刁，啥伤没受的人老写诗，啥病没有的人老摁腰。你就比如说那之前的一个夏天，我有一次找大家来我家玩，那时候我还给孩子母乳呢，就整个就连怀孕再母乳，一共能有2年的时间我就是不敢放浪就是不敢吃不敢喝的，因为我爱吃爱喝的玩意儿都不是养生的，所以就给我憋完了。完大伙都来我家就吃烧烤喝啤酒的，我呢搁那像个大奶牛似的抱个大垫在那坐着喝 lemon tea， 给我憋的给我馋坏了。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说你们都等着，我现在上卧室，我把这好奶我给他用吸奶器吸出来，然后我姑娘今天就喝奶瓶子，我也好好跟你们吃点喝点。虽然我姑娘不是特别喜欢用奶瓶子，但她也得理解他妈呀，你谁也没想到生孩子之后有这么多不能干的事儿，你他妈能忍到今天也挺不容易。完我就去吸奶去了。等我整完了之后出来呢，就有一个奥地利小姐姐就甜甜的冲我笑了一笑，然后进行了灵魂拷问。你既然没有准备好这一切，为什么要生呢？然后我就问了，我说的，那你生孩子之前，你就把你有可能面临的这些挑战，你就都想透了吗？人家说的我没生孩子，但是我养了2只龙猫，2只我非常了解责任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就是想说，就是当你决定要养他们那一刻，你一定要问问你自己，你究竟做没做好准备？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你一定要和他一起经历的，一起承担的，这和养孩子是一样的，是很辛苦的。我说哎呀妈呀，可不是咋，总算有理解我的。那养龙猫和养孩子一样的。哎，别说你呀，那龙猫那玩意儿更不好生呢，你比我辛苦多了，那玩意儿毛一大轰的才不好落胎呢。完你说那玩意儿牙口好呢，是不是生的时候自己给脐带磕开的，都不用剪。你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8年以前是怎么在铁岭被一对80岁的老头老太太绑架在小黑屋里头至暗半小时的故事吗？我这大胖媳妇就让我第一次领回去的时候，那时候俺俩还处对象没结婚呢。然后他当时呢读研究生呢，没有钱加上自己这是个抠人，这抠人呢完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就不太注重形象，反正就给人家感觉就形象特别特了，就是像臭要饭的。我记得他当时穿个大裤衩子，好像厦门中山路地下商场买的，69块钱。完那个裤兜旁边还绣着一排就是娟绣的小字儿 DIER， 就是正品不是 DIOR 吗？就迪奥嘛。他这个咋读迪儿？最关键的吧是他这个鞋，这人世之间吧有几种尴尬：大脑袋的后脖梗，谢顶人书一边分，塌鼻梁的眼镜腿儿，内八字的脚后跟。他就是那个内八字脚后跟，就鞋偏跟儿，完再加上这鞋年久失修，到铁岭直接就掉掌了就。但当时说实话，我没咋寻思这事，没咋在意，也别我倒是想夸夸自己，我当时不注重物质，不注重金钱，就注重爱情。但实际上，哎呀妈呀，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人迪奥的也没找你就丁儿找我了吗？
这个就好比呢，就我那个朋友艾莎，就是在那个停电厕所里摸，最后手摸纸篓里头的那个。你摸纸篓里以后，你就别夸自己什么环保又节约，你还是好纸没够着。我爷我奶奶8岁了，就他们那代人来讲，就是姑爷第一次上门哈，那咱说你就是借钱，你整成假的，你是不是也得捯饬像不像样来？完结果一看到他，哎呀妈呀，这心中的公主梦洒稀碎。然后我奶家这格式吧，就这个特别长，然后最里边那卧室呢探出去一轱辘，然后我爷我奶奶就给他炸出来，就是整出来一个小储藏间，特别隐蔽。然后有一天我们都搁我奶家，我老公自己在那个小储藏间搁那玩电脑游戏呢，然后我们都搁外边客厅呢。这时候呢，我奶接着电话，是他家农村的一个亲戚，说要来看看我奶奶，这就来了。哎呀妈，这给我爷我奶急的，就赶紧就收拾屋。完我爷就要跟我就是说的，你赶紧跟他翻译，你就说呀，就这个亲戚呐，就在农村人条件也是挺好的，就是人不错，你见过世面。但是呢，就咱讲话了哈，就这人呢就挺傲，嘴挺毒，挺爱笑话人。你跟你这个男朋友啊，刚说到这没说完呢，门铃响了，人到楼下了。哎呦我的妈！我爷当时咔嚓，我都多少年没见过我爷那么矫健了，好咔嚓一箭步，好悬就原地劈叉了，就到那个卧室，就给那个小储藏间门在外边就给反锁上了，就给我大胖媳妇锁里头了。反正亲戚就来了，就进屋了，还拎只鸡，活的，老热情了。这把鸡往地上一撂，大伙就开始唠嗑嘛。完我应该管他叫什么舅爷，完我这舅爷就开始啊，你还记着不？你小时候你上农村上俺家，你抱个狗，你把狗往当院一撂，你让俺家狗就追俺家小鸡子，那家鸡是追的，俺家鸡都不下蛋了。就这时候突然间。从天边传来一声哀嚎，就嗷家伙一下子，哎呀妈呀！就因为啥呢？我老公鼻炎特别严重，他每次擤鼻涕那声哈，那家伙就好比是就是野狼哭白活，雷龙洗纹身，野驴做肠镜，海象闹离婚。完我这舅爷就懵住了，什么情况？往里边看卧室没人啊，这四周没人啊，谁呀？完这鸡也吓着了，但这回这鸡呢跟以前症状还不一样，这回就像要崩蛋，就是冲着我老公的偏跟鞋就搁那连马达臀的碎念。然后当时那个气氛哈，就空气又脆了，一声没有。完我爷我奶哈往那一坐，就紧张的哈，就颧骨和眼颊之间就打高光的区域都直抽，但人就往那一坐，也不吱声，也不评论。完我这舅爷一看这地方不宜久留啊，这什么情况啊？他这几年不见的老大姐现在是什么人设？窝藏谁呢？沉默的羔羊啊！这是。完赶紧抓小包啊，大姐我那边那还有事儿。完抓小包就走了。关键里边被锁那位完全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自己被锁了。然后我这舅爷正在那急赶忙赶穿鞋呢，就听里边喊上了 Help me please somebody help me the door is broken I need to get out。 哎，我当时我舅爷是在门口等电梯哈，我看裤腿都哆嗦了。完我舅爷走了，我上那给我老公解封了。我老公出来了，问我门没坏啊，谁给我锁里头了吗？完我一看我爷装睡，我一看我奶剁菜，我一看前边还有谁，有只鸡，我说他干的。东北黑土有营养，小鸡儿自己能上楼，谁敢丢俺中国脸？门外反锁解千愁。